在本月10号，有媒体转载了一段台媒的政论类节目。在节目中，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赖岳谦在谈到近期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绩溪会议时，就聊到了中澳关系的现状，认为双方走到如今的地步，完全就是澳大利亚高层完全亲美，甚至不惜损害自身利益导致的情况。中国一步步忍让，却换来了澳大利亚在舆论上的多次攻击。因此，这个时候教育一下澳大利亚，就是在杀鸡儆猴。在谈话中，赖岳谦教授就提到了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此前公开挑衅中国，放出豪言，扬言中澳必有一战，一副想要干一架的样子。听了澳大利亚的豪言，赖岳谦教授就乐了：“你连台湾都不如，还要和大陆打？”这话一出，很快被网友们调侃，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要知道，台军在岛内居民眼中的印象可没什么好的，草莓兵就是用来形容这些人，训练做样子、作秀，军纪腐败，和草莓一样，一碰就烂。能被一个台湾教授嘲讽，军事力量连台湾都不如，可想而知澳大利亚的国防水准。别看澳大利亚号称是南半球最强军力，但是南半球的整体战斗力也就摆在那儿。在2020年，澳大利亚军队海陆空三军总共也就只有5万来人，预备役不到2万。而军队的主要装备中，虽然不少是美制武器，但是因为财政问题加上部队规模，主战坦克也就100来辆 M1A1，而澳大利亚海军大约在1.5万人左右。虽然海军基地建的不少，大约有14个，但是各类舰艇也就50艘。有不少人总调侃，澳大利亚的海军基地多半是为了方便美国人补给线的。空军方面，澳大利亚保持了1万人的规模，141架军机清一色美系，以 FA-18 大黄蜂和超级大黄蜂为主。有观察室指出，赖岳谦教授嘲讽澳大利亚和近期的台海局势有关，其多次在相关节目中点名批评当前台海局势中上蹿下跳的台当局，认为七国集团其实就是想扰乱中国的正常发展。台湾当局总幻想自己是个棋手，但连棋子都算不上，顶多是一个棋盘。季琦虽然在会议上公开谈论台海局势，但对台湾的立场永远都是支持你的观点，而不是我协助你将想法实现。真要打起来，围观看戏卖装备才是他们会做的事情。上个月的时候，英国国防部宣布将于本月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前往亚太地区进行部署。据获悉，在此期间，英国的航母编队不仅会与日本、韩国和印度进行联合演习，还将穿过中国的南海海域，因此引起了我们的警觉。英国不远万里要派航母来中国周边，一方面是响应美国对盟友发出的遏制中国号召，另一方面也是彰显英国皇家海军具备全球部署能力，颇有当年大英帝国的遗风。然而，在英国航母还没来南海之前，就发生了不祥的预兆。根据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5月10号上午，英国皇家海军的维多利亚堡号综合补给舰在波特兰港停靠时发生火灾，并造成4名船员受伤，被送往医院。目前该舰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但尚不清楚是否会影响到英国皇家海军后续行动。值得注意的是，维多利亚堡号综合补给舰原本计划是要参加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在本月23号首次前往亚太进行的首次作战部署的，而这场火灾很显然将会为之后英国航母的行动蒙上一层阴影。更重要的是，维多利亚堡号综合补给舰已经是英国皇家海军中唯一的航母补给舰。维多利亚堡号综合补给舰排水量达到36000吨，比中国的901级综合补给舰要小一些，但已经是英国最大的一艘补给舰了。该舰能为航母提供油料与物资支援，是支持英国航母进行远洋航行的必备舰船。维多利亚堡号综合补给舰开始建造于1988年，但是在建造途中便发生过意外，使其延迟到1994年才服役。而原本英国计划建造6艘同级别的维多利亚堡级综合补给舰，也因这次意外被削减到了2艘。第2艘维多利亚堡级综合补给舰乔治堡号于1993年服役，但在伊拉克战争之后，英国海军经费开始吃紧，最终因无力维护2艘大型补给舰而让乔治堡号于2011年退役，此时距该舰服役仅18年。从上述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维多利亚堡号会发生火灾了。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没钱搞维护。到今天，维多利亚堡号补给舰也服役有28年了，在缺少维护的情况下，的确有很大的事故隐患。值得注意的是，就连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也经常出现漏水的故障。可以说，英国航母战斗群本身就是毛病多多。英国航母出师未捷，唯一的航母补给舰却烧了。
虽然事故是偶然的，但其中也有必然的因素。如今英国航母海军早已不复当年，还要组织一个航母战斗群去亚太，很显然是在硬撑。可以说，英国航母战斗群本身就是毛病多多。英国航母出师未捷，唯一的航母补给舰却烧了。虽然事故是偶然的，但其中也有必然的因素。如今英国航母海军早已不复当年，还要组织一个航母战斗群去亚太，很显然是在硬撑。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当巴以民间冲突发生后，以军在11号晚间对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发动了密集的空袭，摧毁了许多目标。在以军袭击哈马斯目标之后，以色列国防部长甘茨表示，在加沙地带，以军发动了数百次袭击，炸毁了楼道和隧道，摧毁了基础设施，但以军还有更多的目标要攻击，而这仅仅只是开始。一直以来，巴以两国关系就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双方常常一言不合就掐架，其中掐架的关键问题主要有5个：耶路撒冷地位、边界划分、巴方难民返回、犹太人定居地点以及水资源分配。而耶路撒冷的主权归属问题则是双方的当务之急。众所周知，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圣地，三教合一的地方自然成了中东各个宗教国家眼热的香饽饽，而这个香饽饽却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共同首都。但以色列此次着实是有点趁人之危了，趁巴勒斯坦腾不出手，直接选择了开打。不过这也算他们一贯的作风了，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几十年中，他们不断制造巴以冲突，并在西方的支持下蚕食巴勒斯坦的领土。巴勒斯坦方面不是没有想过反抗，但每次反抗后又会被西方国家压制。此外，为扩大实际控制范围，以色列经常还找借口拆毁巴勒斯坦居民的住宅。毫无疑问的是，双方持续不断的战争对抗，致使矛盾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平协定就可以解决的了。就像这一次，虽然美国在去年让巴以暂时放下矛盾，签署了巴以和平协约，但近日的导弹袭击直接宣布了美国的调停失败。还有人担心，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以色列若借此机会在中东地区借机扩张，恐怕阻力会很小。有分析认为，现在以色列还可以依靠西方的支持，在整个阿拉伯国家中迅速成长起来，让不少阿拉伯国家敢怒不敢言。但如果未来西方逐渐衰落，失去在中东的影响力，那么以色列很可能会被中东的一大群国家联合起来攻击。不过，以色列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实施的高压战略，还是让巴方苦不堪言。为此，巴方发言人不止一次希望中国以及俄罗斯能发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大国风范，介入巴以冲突，让巴勒斯坦人民免遭战争伤害。